谁能想到200年后的世界竟然变成了这般模样？男女混住同一间宿舍，就连浴室和卫生间都是360度无死角开放。由于战争长期泛滥，饱受战火摧残的家园早已变得残破不堪。为了维护人类最后的生存空间，统治者筑起了万丈高墙，并将幸存的人类分成了5个派系：博学派足智多谋，无畏派英勇善战，友好派任劳任怨，诚实派刚正不阿，无私派不求回报。这样的派系区分的确十分有效，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归属。孩子们长大后不用考大学，只需依靠派系测试即可包分配工作。测试结果会根据人们的性格挑选出适合自己的派系，当然也可以不接受建议，直接选择自己喜欢的派别。加入其他派系后，就必须与原生家庭断绝关系，因为派别系统高于一切。女主翠丝出生在无私派中，可刚接受完测试的她被诊断出是罕见的特殊派别。她同时拥有多个派别的特征，被人们称之为分歧者，这是统治阶层无法控制的异类，一旦被发现就会引来杀身之祸。好在测试老师篡改了数据，并让翠丝保密测试结果，只能对外称自己是无私派，也包括翠丝的父母。在第2天的分配仪式上，弟弟按照测试结果选择了博学派，而从小被无畏派吸引的翠丝遵照自己的内心加入了无畏派，这也意味着他们将和父母分开。无畏派虽然勇敢，但总感觉脑子不太好使。他们上楼从不走楼梯，上下火车也不用停车。对于无畏者来说，各种形式的攀爬跳跃都是家常便饭。加入无畏派的第一个挑战是直接从高楼跳入黑洞之中，学员们见此面面相觑，但总得有人做出表率。犹豫片刻过后，翠丝一跃而下，迎接她的是一张大网。教官老四万万没想到，第一个跳下来的会是个女生。翠丝的勇敢也给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。随后，教官把新人们带到了宿舍，这里的床位男女混住，就连浴室和卫生间也是开放式的。无畏派就是这么无所畏惧。学员们烧掉了原生家族的衣服，代表着和过去彻底决裂。在接下来的10周里，老四将带着新人们训练，说是训练，但同样也是考核。后天转换者和先天无畏派会分开训练，但排名却在一起，这显然有些不公平。而且排名垫底的新人将会被淘汰，一旦被淘汰，将会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民。他们要在这里接受近身格斗、远程射击、体能耐力等多项训练。没有先天优势的翠丝，在第1次单挑中败下阵来，排名也因此成了倒数第2名。黑妹安慰情绪低落的翠丝，让她去刺青增加自信。没想到在刺青俱乐部看见了给自己测试的 Q 老师，翠丝对之前的测试结果耿耿于怀。可 Q 老师却告诉翠丝，你不该来到这里，一定要隐藏好自己的身份，否则会被有关部门抓走成为小白鼠。翠丝对老师的话半信半疑，称自己一定会成为无畏派的一员。为了把排名追上去，她经常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练习。老四见她如此刻苦，便私下给她传授经验技巧。翠丝也慢慢对老四有了感觉。然而严格的训练才是他现在的重心。可翠丝在训练场上顶撞另一个教官，被罚做活人靶子训练胆量。老四向翠丝投掷飞刀，并故意割伤了他的耳朵。翠丝虽然耳朵挂了彩，但也赢得了队员们的尊重。可小心眼的教官却不想放过他，还故意安排强劲的对手和翠丝对打。在上场前，老四又临时给翠丝传授技巧，可双方力量相差悬殊，几招下来，翠丝就被打晕了过去。当他再次醒来时，已经到了第2天傍晚。队友告诉他被淘汰了，而且今晚的战争游戏，翠丝也没有资格参加。可在火车出发的最后一刻，翠丝成功跳上火车，她再次争取到了机会。所谓的战争游戏就是把队伍分成2队，先抢到对方旗帜的队伍获胜。游戏中使用的模拟枪虽不致命，但却能造成相当真实的疼痛感。2位队长轮流选人，老四最先选择了翠丝，翠丝也没让他失望，第一时间想到了要占领制高点，并发现了对方旗帜的位置。他让老四带队牵制对方的火力，自己则趁乱潜入据点，最终成功取得旗帜，锁定胜局。翠丝也得到了胜利者的奖励，体验了一把自由飞翔。因为在对抗中的优异表现，翠丝再次回到了及格线上，准备参加第2阶段的测试。可这天翠丝在搬运物资时，发现有人在暗中用镜子给她发信号，原来是母亲冒着生命危险来找她。母亲告诉她，博学派正在到处抓捕分歧者，让翠丝务必要隐藏好自己的身份。没想到母亲早就看破了翠丝。第2阶段的测试更加危险，要直面内心深处的恐惧。在体内注入血清之后，会产生非常真实的幻境，有人直接被吓傻。翠丝在幻境中被一群乌鸦团团围住，双脚深陷泥潭，动弹不得。可她却直接告诉自己这是幻觉，就好比我们在梦里知道自己在做梦一样。翠丝一把钻入水中，成功逃脱。老四很诧异，她只用3分钟就摆脱了幻境，于是对她进行了第2次测试。这次翠丝被困在注满水的玻璃缸内，可她用手指轻松敲碎玻璃逃脱。老四察觉到了不对劲，因为从来没人这么快逃脱困境，但他并未当场揭穿翠丝，因为成绩过于优异，翠丝还被同学偷袭。危急关头，老四成功英雄救美，翠丝也终于承认了自己的特殊身份。没想到老四同样也是个分歧者，可再这样下去，
翠丝的身份迟早会暴露。为了让她学会正确的方式，两人一同进入了自己的恐惧幻境中。他们站在万米高空之上，翠丝说只要跳下去就能打破幻境，可老四却反驳道，真正的无畏派不会那么做，他们必须要有真实的反应。然后二人又一起经历了幽闭恐惧、忠诚测试、童年阴影等4个阶段。因为老四有这4个恐惧，才被叫做老四。看了他的内心世界后，两人的关系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。翠丝到了最终测试环节，老四提醒他在测试的时候，考官们也能看到同步画面，他一定要用无畏派的方式逃脱，否则会败露分歧者身份。翠丝再次进入恐惧幻境，这次他并没有打破规则。他先是用火把赶走乌鸦，再把身上的绳索烧断。而面对装满水的玻璃缸，翠丝直接用衣服将管道堵住。到了幻境的最后一关，眼前出现了恋人老四。面对老四的霸王硬上弓，翠丝一把将他踢开。他顺利完成了测试，结果女考官却让他对自己的亲人开枪。翠丝稍作犹豫之后，果断扣动了扳机，这才是真正的终结测试。翠丝正式成为了无畏派成员。教官要求所有新人植入追踪装置，目的是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。可当夜幕降临，同伴们仿佛中邪一般，全都面无表情地站了起来。翠丝看着他们诡异的动作，明白是分歧者特征让自己保持着清醒。为了不被发现，他只能跟着大家一起行动。可就在这时，出现了一个愣头青分歧者，他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教官发现他的身份后，抬手就是一枪。在火车上，翠丝悄悄移动到老四身边，看到老四呆滞的眼神，翠丝心里凉了半截。可下一秒，老四用手触碰了翠丝，翠丝心领神会。没过多久，列车便来到了无私派的生活区域，无畏派士兵挨家挨户抓捕无私派成员。翠丝担心自己的父母，便偷偷和老四来到了自己家，但并未发现父母的踪迹。与此同时，教官也看出了两人的破绽。为了救老四，翠丝打伤了教官，两人也因此暴露身份被抓。就在翠丝即将被处决的时候，母亲及时出现将她救走。然而危机并未解除，其他士兵很快便追了上来，两人全力抵抗，但母亲不幸被击中。可翠丝来不及伤心，她只能继续逃命。随后，翠丝找到了父亲和弟弟，在翠丝的带领下，几人偷偷溜进了无畏派总部，打算摧毁远程控制系统，来阻止无畏派的行动。结果又搭上了父亲的命。翠丝在同一天失去了父母，可她也只能接受现实。来到控制室后，发现老四被绑在椅子上，可正准备帮他解开绳子，却被老四一把推开。这时金发姐走来告诉翠丝，说她找到了控制分歧者的方法。眼前的老四完全听从电脑指令，任凭翠丝怎么呼喊，也没法叫醒老四。翠丝决定放手一搏，她用枪顶住自己的额头，终于把老四唤醒。两人联手干掉了在场的博学派成员，但金发姐还想发送攻击指令，无私派居民即将被处决。危急关头，翠丝用飞刀将其死定住，可金发姐依旧不肯放弃。翠丝只好给他注射控制药剂，命令他取消了远程控制。而恢复意识的无畏派士兵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金发姐把一切罪责嫁祸给了分歧者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找到了一个能够改变世界的盒子，可要想打开它，就得先通过5个派别测试，只有同时拥有多个派别属性的分歧者才能将其打开。可金发姐抓来几名分歧者测试，结果都以失败告终。看来只有更强大的分歧者才能通关。翠丝他们为了躲避统治者的追杀，只能选择离开这座城市。最终他们在友好派的帮助下暂时安顿了下来。翠丝剪去了一头长发，打算在这里开始新的生活。然而好景不长，金发姐派装甲小队占领了友好派，士兵开始搜查各个房间。他们还带来了博学派的新设备，只需轻轻一扫就能知道分歧者身份的等级。翠丝等人刚想从窗户逃跑，没想到墙头草皮特竟然临阵倒戈出卖了他们。翠丝和老四奋力反击，终于杀出了一条血路，可教官仍在后面穷追不舍。危急关头，3人借助疾驰而过的火车甩掉了后面的追兵。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火车上出现了一群无派别的放逐者，他们是被派别系统抛弃的流民。双方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，无奈对方人多势众，翠丝他们很快败下阵来。好在老四报上自己的真名，对方听到他的名字后，果真停止了攻击。随后他们被放逐者带到了一处秘密基地，没想到放逐者的老大竟然是老四失散多年的母亲。原来在老四还小的时候，父亲有严重的暴力倾向，为了逃出魔掌，母亲只好伪造死亡假象，丢下6岁的老四独自离开。老四对母亲的自私耿耿于怀，如果不是为了救翠丝，他绝不会想再次见到母亲。四妈为了拉拢翠丝，将无畏派幸存者的藏身之处告诉了他。第二天一早，3人打算前往诚实派寻找同伴。可就在这时，身为博学派的弟弟受不了颠沛流离的生活，就此和翠丝分道扬镳。老四安慰翠丝不必难过，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。
没过多久，两人便来到了城市派的生活区域。可刚找到无畏派同伴，他们就被城市派首领抓获。只要注射1针城市血清，就会老实交代自己所做过的一切。老四一五一十地说出了事实。可翠丝注射血清之后，却表现出了抗拒，因为他不想面对父母的死去，同时也说出了自己是分歧者的身份。好在审判结束后，城市派选择了相信两人，并打算和他们联手对抗金发姐。可金发姐却先行一步偷袭了城市派，他们将所有分歧者聚在一起，然后用仪器检测分歧者纯度，那些没用的分歧者会被原地处决。可让对方没想到的是，翠丝竟然是他们要找的分歧者。教官准备将翠丝带回博学派总部，结果没等他们走出大楼，教官就被老四掀翻在地。原来老四改变了自己的想法，同意和母亲联手，代表着正式向博学派宣战。金发姐这边见到了墙头草皮特，从他口中得知了翠丝的弱点。原来翠丝最害怕别人因她而死，此前在无畏派成员身上注射的血清依旧还能实现远程控制。如果翠丝继续逃跑，每天都会有人死去。翠丝和 Q 老师奋力一搏，也只救下了两人。为了不让更多的无辜者丧命，翠丝独自来到了博学派总部。她很快被皮特带进了实验室。可就在这时，翠丝突然夺枪反击，并威胁金发姐打开舱门。可一颗小小的棋子对他来说根本就不值一提。翠丝见没法阻止金发姐，只能以死相逼。结果弟弟突然出现，拿走了他手中的枪。没想到自己唯一的亲人也选择了背叛自己。金发姐还放出狠话，在翠丝顺利通过之前，还会有无畏派成员相继死去。为了让金发姐停止杀戮，翠丝只好接受了测试。第一关是无畏派的测试，她看见母亲在一栋房屋中，下一秒房子突然燃起熊熊大火，紧接着又腾空而起。翠丝一路拼命追赶，最后用一根电缆荡进屋内，成功救出母亲。第二关是城市派测试，面对虚拟的母亲，翠丝说出了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。第二关轻松通关。可就在这时，翠丝突然从实验中醒来，原来是老四带人杀到了这里。在离开实验室之前，翠丝看见了墙头草皮特，但她还是选择了手下留情。可正准备撤出大楼，翠丝发现老四的行为十分古怪，她意识到自己还在幻境之中。果不其然，老四的身体逐渐化成了颗粒。翠丝一连通过了无私派和博学派的测试，目前只剩下友好派测试，而翠丝的身体已经接近极限，只能让她先休息一晚。第二天再进行最后一项测试。老四为了营救翠丝，自己也被金发姐抓获。看到真实的老四，翠丝异常激动，皮特只好给他注射镇定剂，这才平静了下来。友好派的测试很简单，就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动手。可在幻境之中，金发姐用各种语言挑衅翠丝，翠丝怒气值瞬间爆表，一把将金发姐撞成了粒子。友好派测试失败，翠丝也没有了生命迹象。金发姐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立刻让人把翠丝的尸体抬走。皮特还让老四见了翠丝最后一面。可就在这时，翠丝竟奇迹般的复活了。原来又是这个墙头草皮特，他念及翠丝在实验中饶了他一命，偷偷给翠丝打了1针麻醉剂，正好在实验中药效发作，造成翠丝死亡的假象。皮特还利用自己的身份护送两人找到了盒子。可翠丝并不打算离开这里，她想解开盒子里面的秘密。翠丝再次进入最后一项测试中，这次的挑战不再是金发姐，而是翠丝自己。可不管另一个翠丝如何攻击自己，她都没有还手，即使各种言语挑衅，翠丝也不会愤怒。原来友好派不仅要宽恕别人，还要善待自己。翠丝顺利通过了5项测试，盒子也随之被启动，里面是一段来自创始者的留言。原来战争并没有摧毁外面的世界，他们建造高墙把城市围起来，其实是在进行实验，目的就是为了进化出同时拥有5种良好品质的分歧者。这可不是金发姐想要的答案。留言一旦被公布，自己的统治也将毫无意义。他打算杀掉在场的所有人，掩盖事情的真相。危急关头，老四母亲带着大部队赶到，并逮捕了这个作恶多端的女人。可金发姐表示，这段影像已经保存了200年，谁知道外面的世界变成了什么样子。老四的母亲没有跟他废话，直接让他领了盒饭。最终他们通过广播向各大派系公开了世界的真相，派别系统彻底被推翻，所有居民纷纷涌向高墙，想要一睹围墙之外的世界。可老四的母亲为了保护民众，暂时封闭了城门。他似乎又走上了金发姐的老路。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，他把金发姐的亲信全都抓了起来，并打算在民众面前进行审判。曾经的友好派不忍心看他们被处决，和伊芙琳发生了争执，最后只能分道扬镳。城市再次陷入了混乱之中，翠丝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墙外世界，决定要带着小伙伴们去寻找答案。可他的弟弟作为上任统治者的下属，很快就会被伊芙琳处决，毕竟血浓于水。
翠丝不忍心留下弟弟等死，只好拜托老四偷偷将弟弟带了出来。可正准备离开之际，墙头草皮特又突然冒了出来，他非要跟着翠丝一起走，不然他就大声喧哗。无奈之下，翠丝只好带上了皮特。几人很快便来到了高墙附近，成功与 Q 老师他们会合。众人立刻带上装备爬上了高墙，没想到高墙上的铁丝网通了高压电，黑妹差点饮恨西北，而且后面还有士兵正向他们追来。关键时刻，翠丝不顾自己的安危，炸毁了一旁的供电机，众人才得以脱身。第一次看到高墙之外的世界，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吸引。可就在这时， Q 老师突然被士兵击倒，他永远留在了高墙之上。众人来不及悲伤，只能继续向远处探索。可刚翻过一座小山，眼前的景象又让他们大失所望。没想到曾经的家园早已千疮百孔，究竟是什么样的战争让这里饱受摧残？幸存的人类又在哪里呢？可他们已经没有了回头之路，只好带着疑惑继续前行。看着各自狼狈的模样，大家多少有些灰心丧气，而翠丝却始终坚信还有幸存的人类。大雨过后，众人继续赶路。可就在这时，伊芙琳的手下开车追了上来，众人只好继续逃跑。虽然可以暂时利用地形优势躲避，但人终究还是跑不过汽车，眼看就要被追上。前方凭空出现了一道裂缝，同时还出现了一支武装小队。他们利用先进的飞行器，瞬间击飞了后面的追兵。更奇怪的是，他们对翠丝等人的身份了如指掌，似乎早已在此恭候多时。几人很快被奇怪的保护罩包裹着，然后随着飞行器一起飞向了远方。没过多久，他们便来到了基因改造局。在经过一番全方位的消毒清洗过后，他们从影像中了解到，200年前的人类为了追求完美的基因，最终丢失了人性，导致种族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，最后在战争中自我毁灭。而翠丝他们生活的城市，目的是为了净化人类的基因组。局长还告诉翠丝，只有像他这种等级的分歧者，才能称之为纯净者，像老四他们只能算缺陷者。大卫想复制翠丝的基因，从而造福全人类。更让翠丝没想到的是，他的母亲竟然也是改造局的人。为了让翠丝相信自己，大卫给他看了母亲小时候的记忆。原来翠丝的母亲出生在边境，是改造局将她救了回来，并自愿加入到了实验中。翠丝看到母亲的付出后，选择了配合大卫的基因实验。皮特和弟弟被安排了监控城市的工作，这里能够以3D 模式监控城内发生的一切。老四和黑妹则被安排到了护卫队，不愧是无畏派的精英。老四很快便熟练了全新的战斗装备。翠丝希望大卫能够解决城内的混乱，可大卫却说想要解决问题，需要经过委员会的同意。他希望翠丝和自己一起去说服委员会。可就在这时，弟弟却在监控中发现伊芙琳和友好派已经剑拔弩张，战斗随时都有可能爆发。他第一时间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老四。老四觉得有必要做点什么，可翠丝现在只相信大卫，两人的关系开始出现了隔阂。不久之后，老四参与了一场边境救援行动，并发现了基因改造局的真面目。原来小队在肆意虐杀边境的居民，然后抢走他们的孩子，再把孩子们的记忆清除，以为改造局提供更多的实验者。等回到基地后，老四将大卫的所作所为告诉了翠丝，可翠丝早已被大卫洗脑，执意要去天意市寻求委员会的帮助。老四只能眼睁睁看着翠丝跟大卫飞走。等他们离开后，行动队长准备把老四带回城内，可实际上是想借此机会除掉他。好在大卫的助理给老四使了个眼色，老四瞬间心领神会，对方刚想动手，就被老四抢先一步扣动扳机。身经百战的四爷3下5除2就干翻了众人。可更糟糕的是，飞行器已经完全失控，径直向地面砸去。好在四爷福大命大，只是受了点轻伤。受伤的四爷独自穿越伪装墙，踏上了回芝加哥的路。而此时的翠丝已经来到了天意市，与破败不堪的芝加哥相比，这里宛如天堂一般。可通过交流后才发现，大卫完全拥有城市的管理权，来到委员会只是为了申请更多的经费。大卫一直在说谎。等回到改造局后，翠丝得知四爷已经返回城内，他也开始酝酿自己的计划。大卫知道翠丝已经不再信任自己，他只好找到了墙头草皮特，让他帮助自己重新整顿城市。好处就是皮特可以随意挑选工作岗位，以皮特的性格肯定是不会拒绝的。来到芝加哥后，他带着可以清除记忆的血清找到了伊芙琳。伊芙琳第一个就拿自己的前夫做实验，也就是老四的父亲，果然起到了作用。如果大面积使用这种血清，就可以让所有人失去记忆，然后乖乖服从自己的领导。这一幕也被翠丝通过监控看在了眼里。翠丝一气之下开走了大卫的飞行器，再带上黑妹和弟弟，打算要回到芝加哥阻止大卫的阴谋。三人躲避追击，穿越了伪装墙，飞行器也进入到了隐身状态。一路上可以看到城内硝烟四起，
翠丝将飞行器降落在了总部顶楼，弟弟负责监视画面，翠丝和黑妹则带上先进的装备进入大楼。在无人机的配合下，两人如同开挂一般，一路所向披靡。老四也苏醒过来，加入到了战斗中。而在另一边，伊芙琳在皮特的蛊惑下启动了血清气化程序。翠丝和老四也在这个时候赶到，他们将大卫的阴谋告诉了伊芙琳。四妈这才明白过来自己被人利用，可当她准备关闭程序时，却突然被皮特偷袭。皮特再次激活了气化程序，整个城市的大街小巷全被气体覆盖，也包括皮特所在的主控室。他也被大卫给骗了。皮特只好打开门让翠丝等人进来。虽然程序已经无法关闭，但弟弟已经找到了主管道的位置。他指引翠丝找到管道中心，并成功将其摧毁。毒气最终停止了扩散。翠丝通过广播向全市人民公开了大卫的阴谋。他呼吁人们停止内乱，应该团结一致走出围墙，从此不再受人摆布。